经常开055大驱的都知道，这玩意儿在海上的威慑力，连美国舰队见了都要虎躯一震。早在今年2月份，在南海的纳土纳群岛海域，055大驱就悄无声息地切入到了美国航母编队的核心防御圈，直接来了个贴脸杀。距离近到拍摄视频的美国大兵绝望的吐槽，这已经离谱到没人信了。大家好，我是金枪鱼。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被称为航母守护神的万吨大驱到底是什么来头。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曾立项研制055大型驱逐舰，却因为工业基础薄弱而被迫搁浅。直到2017年6月28日，055大驱才终于在上海江南造船厂下水，一鸣惊人。从北海到南海，这批航母带刀侍卫已然组成一道移动的海上长城。接着咱就来看看055大驱具体牛在哪儿。首先就是它那深藏不露的蛮横吨位和澎湃动力。055是个实打实的重量级选手，满载排水量高达 1.3万吨，比美国主力驱逐舰伯克级足大了快一圈，也是二战后亚洲吨位最大的水面作战舰艇。这庞大的身躯带来的首先是无与伦比的远洋适航性和自持力，在海上连续漂上30天，对055来说就是小菜一碟。从上海一路开到美国西海岸，中途根本不用找加油站，他这么能跑，全靠肚子里那套强悍的心脏系统，4台 QC280 燃气轮机，这套动力组能爆发出超过15万马力的总功率，差不多相当于300多辆主流家用轿车的动力总和。正是这股子蛮力推动着这艘万吨巨兽轻松飙到33节的高航速，比很多体型小得多的护卫舰跑得还快。当敌方航母以为还在安全距离时，055就能凭借其出色的续航力和高航速，快速全球部署，快速抵达持久蹲守。它能迅速抢占有利的导弹发射阵位，也能在完成一击后潇洒脱离。那次切脸林肯号就是最好的体现，像幽灵一样切入美军舰队的心脏地带，等对方反应过来，咱们的炮口都快怼到对方舰桥的窗户上了。第二个呢，就说到了055大驱最让人血脉喷张的地方，也就是全能且暴力的火力系统。055这么大的吨位可不只是虚胖，而是为了容纳它那全身的武器。它有112个全球最大最深的垂直发射单元，每个发射井的口径达850毫米，深度达9米，像一口口深不见底的死亡之井。而且你永远猜不到下一个发射口会射出什么致命武器。它甚至还能发射反潜火箭助飞鱼雷，把水下的核潜艇也一并安排了。在模拟对抗中，一艘055的火力投送和抗饱和攻击能力就被验证足以碾压一个由8艘老旧驱逐舰组成的编队。它的112个垂发单元一旦进行多波次多弹种的饱和式攻击，足以让整个航母编队最引以为傲的宙斯盾防空系统瞬间过载崩溃，真正实现了一艘舰就是一支舰队。这第三呢，就是055大驱超越时代的雷达与感知能力。它装备了全球首款 S+X 双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你可以把 S 波段雷达理解成一个千里眼，它的探测距离超过400公里，掌控广阔的海空域。X 波段雷达则是个透视眼，能精准识别和锁定像 F-35B-2 这类隐身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其实归功于055大驱堪称黑科技的综合射频系统。传统军舰上那些密密麻麻跟晾衣架一样的天线，在055身上都被集成到了那个光滑的一体化桅杆里。过去需要7部不同雷达干的活，现在它一个桅杆就全部搞定。不仅降低了重量和雷达反射信号，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信息融合。在2021年的一次中美航母对峙中，055就曾突然从美军雷达屏幕上消失了47分钟。它不仅仅是利用隐身外形躲起来了，更恐怖的是，它在这段时间里还在反向定位和分析美军的雷达频率与信号特征。这套强大的信息战能力让055在未来的海战中绝不仅仅是一个战斗员，更是一个舰队的信息枢纽和指挥大脑，能把整个编队的战机、潜艇和岸基导弹都串联起来，打一场体系化的群架。最后呢，就不得不提到055的第4张王牌，也就是它的全舰隐身设计。现代战舰的隐身不是真的让你肉眼看不见，而是让对手的雷达变成瞎子。你仔细看055的舰体，从上到下几乎找不到一个直角，全舰采用了27度内倾角造型，配合全封闭式甲板和一体化桅杆，
这种设计能将照射过来的雷达波尽可能的折射到其他方向，而不是乖乖的反射回对方的雷达接收机。最终效果就是一艘万吨巨兽在雷达屏幕上反射面积仅相当于一艘1000吨级的小渔船，比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缩小了60%，真正做到大隐于海。更绝的是，它舰桥上的36组透波材料阵列和智能蒙皮技术，它能让整艘战舰的电磁特性像章鱼皮肤一样，实时模拟周围的海洋背景杂波，实现与环境的完美融合，堪称光学隐身的电子版本。在2025年那次历时40天环绕澳大利亚2.2万公里的航行演练中，055全程一次都没被对方雷达有效锁定过，这也是把真理直接送到对方航母脸上的根本保障。从1900年八国联军舰炮对准大沽口的屈辱，到如今8艘055组成移动海上长城，055大驱重新定义的不仅是现代海战的规则，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决心。当他的汽笛在大洋上响起，深蓝制霸已经不再是一个口号，